瓦格纳集团创始人自曝与俄高层产生内讧，控诉俄军不仅抢功劳，还卸磨杀驴卖队友。俄罗斯的春季攻势还未准备好，就已经开始从内部分崩离析。在今年1月份，索莱达尔的乌军被迫撤离后，瓦格纳集团与俄罗斯正规军就迫不及待地抢功劳了。双方为谁才是赢得这场战役的功臣而心生嫌隙。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由于俄罗斯国防部拒绝对外公开承认瓦格纳集团的重要作用，甚至在其首份报告中压根没提瓦格纳集团才是俄罗斯能够攻占索莱达尔的行动主力，而是在捷报中将攻占该地的功劳改为俄罗斯正规军。这让瓦格纳集团创始人普里戈金极为不满，认为其战功被完全忽视。普里戈金不惜亲自出面痛斥，他表示，瓦格纳集团索莱达尔作战时，周围连一个俄正规军的支援都没有，是瓦格纳独自战斗攻占了索莱达尔，压根就没有俄正规军的事儿。而某些人却一直试图从瓦格纳的手中窃取胜利，而他口中所说的某些人就是俄罗斯国防部，并称军方这种行为令人不齿。一个私人武装的头目公然叫板国防部，关键是还被媒体给捅了出来，由此可见俄罗斯内部矛盾之深。该事件在发酵数天后，俄罗斯国防部不得不又发表了一份后续声明，这次承认了瓦格纳集团所做出的贡献。声明中特意指出，是瓦格纳雇佣兵取得了对索莱达尔进攻的胜利，这也是俄罗斯国防部第一次正式承认瓦格纳雇佣兵直接参与了战争。这对于身份比较敏感的雇佣军来说是极为罕见的。不得不说，在俄军目前兵力捉襟见肘的当下，稳住普里戈金比国防部自己的脸面来得更为重要。在得到国防部的首肯后，普里戈金在社交平台上得意忘形地表示，瓦格纳集团的成功归功于自身丰富的经验以及独立有效的管理系统，并且着重强调了瓦格纳集团能够更为灵活地与一线作战士兵直接联系。而俄军之所以频频遭受重大损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官僚机构的臃肿和内部的腐败。瞧见没，普里戈金属实是得了便宜还要卖乖，逮着国防部那帮人疯狂输出，公开炮轰俄罗斯正规军深陷于军事官僚主义，认为这阻碍了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行动。不过瓦格纳这次只是攻占了顿涅茨克州巴赫穆特区下辖的一个盐矿小镇而已，与整个乌东战区相比，就那么苍蝇腿大小的地方，都值得瓦格纳和俄正规军这般相互抢功劳吗？在这次作战行动中，瓦格纳真的是完全凭借自己硬打下来的吗？火力军认为不一定。虽然普里戈金表示攻占索莱达尔的战斗中没有其他俄军部队的参与，但从事后复盘来看，俄军空降兵对索莱达尔南部和北部的封锁，以及俄军炮兵和战机对瓦格纳士兵的地面进攻进行火力支援，都对俄方攻下索莱达尔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如果没有这些优势火力，单靠瓦格纳自己不付出极大的代价，根本不可能攻下索莱达尔这个乌军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堡垒城市，更别提瓦格纳的人员和武器补充还要依靠俄罗斯官方。而入侵乌克兰行动开始后，瓦格纳开出了至少3倍的高薪招募军事人才，但毕竟俄乌战争打了1年，瓦格纳集团的兵员补充早就不够用了，兵力来源已经从俄军的退伍军人变成了从监狱中招募的囚犯兵。目前对于瓦格纳在乌克兰投入的人员数量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接近2万，有的说是5万。有些囚犯想加入瓦格纳戴罪立功，无疑离不开俄罗斯官方的默许和运作。而在武器方面，普里戈金声称瓦格纳有各种口径的火炮、坦克、步战车，甚至还有飞机、火箭炮和防空系统。但这些武器装备如果得不到俄罗斯国防部的批准，普里戈金光有钱能买得到吗？总体而言，瓦格纳在攻占索莱达尔这场战役中起到了攻坚的作用，但如果说这全凭瓦格纳集团的单打独斗，这纯属是吹牛不打草稿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俄罗斯军方并没有尽全力协助作战也是事实。长期以来，俄罗斯军方和瓦格纳集团之间就存在矛盾。之前在叙利亚作战时，俄罗斯军方就抱怨瓦格纳雇佣兵从驻叙俄军那里领取弹药和装备，却不服从驻叙俄军的命令，仅只服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命令。
而在俄乌战争开打后，双方不单是这次因抢攻而发生矛盾，早在之前，俄罗斯军方就对瓦格纳争抢军事人才和武器装备的行为不满了。因此，从今年2月份开始，俄罗斯军方不仅不再允许瓦格纳从监狱招兵，还在武器装备支持上总要卡一卡瓦格纳的脖子。此前就有瓦格纳雇佣兵站在医院向俄罗斯国防部喊话的视频，要求国防部为其提供必要的弹药，尤其是122毫米和152毫米炮弹、125毫米坦克炮弹以及120毫米迫击炮弹。瓦格纳宣称，俄罗斯国防部的仓库里有的是弹药，但瓦格纳却被切断了弹药供应。对此，有瓦格纳雇佣兵喊道：“你们这些坐在后方办公室的人不愿意上前线，那么我们就为你们上前线拼杀，但你们却还要故意克扣弹药，那这样还不如把你们那些玩 TikTok 的孩子们送过来参加这场战争吧。”不过，按照目前俄乌双方陷入拉锯战泥潭的现状来看，即使俄罗斯军方把弹药截留给正规军用，恐怕也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了。在前线作战的乌军炮兵就表示，目前俄乌两军的炮弹消耗量已经差不多相同，都是每天数千发。像去年俄罗斯围攻北顿涅茨克时，俄军炮兵超过10比1的火力优势已经不再出现了。看起来俄军的炮弹库存就要耗尽，而俄罗斯的军工业能否开足马力前线的海量需求，目前来看情况并不乐观。实话讲，瓦格纳多少还算有点战果，而俄正规军除了损失兵力和装备外，几乎就无法前进一步。这样看来，俄罗斯军方为了限制瓦格纳集团的权力，从而故意限制其弹药补给的操作，纯属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招数。按照美国目前的情报来看，瓦格纳雇佣兵已经损失了超过3万人，而俄罗斯国防部又禁止其继续从监狱系统中招募新成员，这使得其失去了最重要的兵源补充。现在瓦格纳又在前线面临的弹药不足困境，俄罗斯国防部这番操作属实是卖队友的传统技能了。因为不光是瓦格纳，此前的乌东民兵也被俄军卖过。此前俄军在哈尔科夫仓皇大撤退时，就丢下没有武器没有防弹衣的乌东民兵断后。乌东民兵组织大都是讲俄语的俄罗斯族，因此他们立场比较亲俄罗斯。去年年初，俄罗斯攻势劲头正猛的时候，2周就闹独立，闹得沸沸扬扬，很多当地人还加入民兵武装，跟随俄军一起战斗。这伙民兵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想独立，还跟乌军硬碰硬，但没想到选择俄罗斯算是选错了靠山。乌东民兵常常拿着简陋的装备被俄军安排在战斗前线，因此伤亡惨重。至今已经发生多起乌东民兵霸占事件，去年就发生过一群来自卢甘斯克的民兵去找俄军理论，他们情绪激动地说：“我们只是志愿者，我们要回家，不想再继续战斗。”然而，家不是你想回就能回的。做了乌奸，乌军自然就是早已恨死这帮人了，而俄军为了保全自己，才不会管他们的死活。在俄军撤离哈尔科夫时，根本顾不上这帮民兵，反而命令他们为撤退的俄军提供掩护。仓皇间还没有武器和防弹衣，这些耗材就这么被无情抛弃。一名被击毙的乌东民兵就曾在遗嘱中写道：“俄军没有给他们武器和防弹衣就跑了。”俄军不给装备不说，还要他们负责给俄军断后，这真是把他们往火坑上推。自古以来，战场上最惨的就是奸细，一旦侵略者失败，就是两头都不待见，回家也成为奢望。而俄军这边也被爆出来正在逐步清洗乌东民兵，这个料是谁爆出来的呢？这是瓦格纳集团的头目普里戈金，他表示顿涅茨克民兵组织副总指挥爱德华·巴苏林是一位在乌东地区和乌克兰政府军斗争了超过6年的资深军官，却被俄军强制办理了退休手续。普里戈金在2月19日与巴苏林会面期间，对俄军的这一做法表达了不满。俄军的官方说辞是乌东武装之中广泛存在年龄不符、健康问题和缺乏军事教育等因素，所以有一些人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军官，其中就包括巴苏林。但老狐狸普里戈金根本不是俄罗斯官方这一套，他表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的武装组织指挥官实际已经开始被清洗。俄罗斯官方的这种目光短浅行为简直蠢到家了，士兵们需要受自己信任的士官，否则士气就会受损，也打不赢仗。而俄军恰恰在清洗这些身经百战的士官们。普里戈金甚至还提出让巴苏林加入自己的瓦格纳集团。
至于俄军内讧，更是常有的事。前面提到的瓦格纳和国防部之间的矛盾，也仅限于暗戳戳的较劲，顶多明面上相互打打嘴仗。而去年更是发生2支俄军直接开干的名场面。据乌克兰军事在线报道，2022年9月份，俄军第208独立哥萨克机动步兵团与俄军第4机动步兵旅就曾发生猛烈交火。报道称，俄军第208哥萨克机动步兵团率先开火，随后俄军第4机动步兵旅发起反击，双方甚至出动了装甲车等重武器。这一仗导致21名士兵被打死，63人受伤，外加5辆装甲车被击毁。从伤亡情况来看，双方的交火是如此猛烈，一个团打一个旅就能打出21死63伤，外加击毁5辆装甲车，这打乌军都没有这么勇猛吧。俄罗斯这边仗都还没打赢，瓦格纳、国防部、乌东民兵各方势力就开始内讧。当然，这样的消息俄罗斯官方肯定不会承认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公开表示，内讧什么的纯属谣言，俄国防部和瓦格纳英雄们没有矛盾。同时，他还不忘赞扬一下俄军和瓦格纳集团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并称他们都是为祖国而战的英雄。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越是强调团结，就说明已经不团结了；越是强调忠诚，就说明已经不忠诚了；越是强调稳定，就说明已经不稳定了。也难怪泽连斯基会嘲讽说，俄罗斯内斗正是他们失败的标志。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俄罗斯是否会从内部分崩离析？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